国民党真正意义上的常胜将军只有关麟征。日本人说他的52军能顶10个中国军队，蒋介石甚至放豪言，如果中国军队都能像52军一样打败日本不成问题。在国民党军队当中，他又有关猛、关铁拳的称号。在跟日本人的战斗中，关麟征没有任何一次是没有完成战略任务的，更没有溃败过，并且还能虎口拔牙，硬刚日军精锐。他到底有什么战绩能值得如此评价？抗日之前的战绩就不说了，表现再好也不值得夸，除了在红军手下吃过亏之外，没有败绩。抗日之后的战绩吊打所有国民党将领。先是1933年长城抗战，在古北口跟日军硬碰硬，他在组织反攻时被日军炸伤，身边的警卫员全都牺牲了，仍坚持不下阵地，直到日军被击退才交给杜聿明指挥。试想一下，一个满身带伤、胸口好几处伤口鼓拱冒血的师长，喊着口号带着部队冲锋，坚持一线指挥，那战斗力就不会差。最终25师坚持3天，毙伤敌人2000人，自己也损失严重，由后来的第2师接防。关麟征因此获青天白日勋章。如果你这时候认为关麟征只会匹夫之勇，就错了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，时任52军军长的关麟征在漳河南岸歼敌一个连队，在漳河又歼敌3000人，夺回高地，并击溃土肥原部。抽空还派底下一个团去偷袭了日军的邯郸机场。这个时候你以为他又只会玩点小聪明，那你就又错了。1938年，关麟征率领52军参加台儿庄战役，隶属于汤恩伯军团，奉命攻击日军侧北，手下只有300警卫营，就敢主动攻击日军4000人的精锐部队，打残日军赖谷支队，昼伏夜出，打得日军措手不及，最终取得台儿庄大捷。就是在这次战役之后，关麟征获得了关铁军的称号，并升任军团长。板垣征四郎评价，关麟征一个军应当抵得上中国军队10个军。孙连仲获得了善战名将的赞誉，这2位就是台儿庄会战期间表现最优秀的将军。如果你这时候以为他是中央军装备好，加上运气好才表现优秀，那你就更错了。同年秋天，关麟征参加武汉会战，从日军手中夺回瑞昌，并坚守1个月，歼灭当面日军大部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位优秀的将军，你就更错了。1940年第1次长沙会战，关麟征已经是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，实际指挥第15集团军和其他部队将近30万人。这是关麟征第1次指挥如此大规模的战斗，30万人有条不紊地在山林、河流、沼泽、湖泊之间穿梭，节节抵抗伏击日军。尤其是老部队52军，史思华营与日军激战3天，杀伤日军3000人，全营除少数重伤员，史思华营长以下全员牺牲。此次该营守卫草鞋岭3天，为部队转移营的时间，全营殉国。此次会战，关麟征所率部队歼灭敌军4万人，为第1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战后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。这个时候，关麟征只有36岁，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凭战功获得集团军司令的毕业生，妥妥的帅才。但是关麟征太可惜了，1940年之后，他再也没有在第一线带兵打过仗。如果他还能继续在一线带兵，那他的战绩一定不会弱于王耀武。除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，关麟征正经抗日只有3年的时间，就凭这短短3年屡立战功，一路升到集团军总司令，这是其他黄埔学生比不了的。关键他还年轻，黄埔1期同期的同学出名的除了宋希濂都比他大，甚至3期的王耀武都要比他大1岁。而关麟征是极少数抗日期间没有吃过败仗的，每次打仗不能说都能全身而退，但是每次都能完成战略任务，战果也不难看。你可以说他苛待下属，可以说他人品不好，心眼小，搞派系。比如在漳河坑了郑洞国一把，任用能力不出众的亲信张耀明，跟陈诚拍桌子。但是要是比战绩，比功劳，关麟征能傲视整个国军部队，能比关麟征战绩更好的国民党将军，一只手就数得过来。